23年前，一部韩国爱情电影风靡整个亚洲，它打破了女生在男生心中温柔可人的固有形象，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野蛮旋风。影片上映后，不仅拿下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，主演全智贤、车太贤更是双双斩获3大赏影帝和影后桂冠，成为当年亚洲影坛上最闪耀的超级明星。故事开始于深夜的首尔地铁站，男主千牛是一名大4学生。这天，他本打算坐地铁去探望姑妈，可就在等车时，他看到一个女孩站在站台边缘摇摇欲坠，眼看列车马上就要进站，危急时刻他一把将女孩拉到了安全线内。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，两人命运的齿轮开始缓缓转动。上车后，千牛忍不住偷看了女孩几眼，虽然女孩的长相是他喜欢的类型，但他历来就反感喝醉酒的女人，所以对对方丝毫没有心动的感觉。此时，一个老人走进了车厢，女孩看到老人没有座位，于是大声呵斥坐在一旁的小伙：야 너 얼른 안 일어나? 노인네한테 자리 양보해야지. 可小伙听后非但没有让座，反而还露出一脸不屑的表情，结果被女孩一个巴掌直接爆头。这番操作让对面的千牛大吃一惊，小伙也瞬间被女孩的气势给震慑住，最后只能不情愿的起身让出了座位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获得座位的老人简直追悔莫及。随着地铁列车的不断晃动，女孩的胃也开始翻江倒海起来。尽管她一直在努力控制，但最终还是没能忍住，将肚子里的饭菜酒水全部吐到了老人头上。而更令千牛没有想到的是，女孩吐完后突然转头看向他，冲他说了一句亲爱的，之后便倒头睡在了地上。车厢里顿时一片哗然，尽管千牛极力解释，但老人却认定他是女孩的男朋友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脱下自己的衣服，帮老人清理身上的呕吐物。到站后，他将女孩背下了车，本打算把对方扔在站台一走了之，可刚走出车站，他就心软了，担心这么晚女孩会有危险。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，他还是把女孩背出了地铁站。由于不知道女孩的家住在哪里，无处可去的千牛只好把她带到附近一家旅馆。本想洗干净身上的污渍就赶紧离开，却没想到意外遇到了警察查房。看着床上正在昏睡的女孩，警察立马把千牛当场制服。就这样，千牛被关进了警局。好在警察很快查明真相，第二天一早就把他放了出来。刚回到家，母亲质问他昨晚为什么没有去探望姑妈。千牛自然不敢说出实情，于是一顿毒打也就在所难免了。本以为和女孩不会再有什么交集，谁知当天下午，千牛就接到一个电话。여보세요. 야 너 누구야 이 자식아? 네? 누구래요? 너 나 여관에 묻어놓고 빨개 벗고 뭐했어? 예? 너 나와. 부평역 앞으로 지금 당장 나와. 아니 저原来女孩从警局要来了千牛的号码，两人相约在昨晚的地铁口见面。在确认了双方的身份后，女孩把他带到一家咖啡馆，问他想喝什么。千牛原以为女孩想要表达谢意，于是毫不客气地点了一杯果汁。谁料女孩听后却凶巴巴地瞪了他一眼。 야 줄래? 커피 마셔. 커피 둘. 계산 네가 해라. 随后在女孩的逼问下，千牛把昨晚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得知是自己误会对方后，女孩的态度也慢慢好转起来。千牛这才知道女孩的名字叫明熙，而且他发现清醒后的明熙确实是自己喜欢的理想型。可看着一脸花痴的千牛，明熙却再次语出惊人。 그럼 너 나 꼬시는 거니? 난 너하고 사귈 생각 없어. 너하고 난 그 어떤 운명적인 느낌이 없잖아? 明熙的直言让千牛顿时感到无地自容。两人随后换了一家烤肉店，千牛也再次见识到了明熙的野蛮。当听到隔壁桌的大叔正在哄骗小姑娘时，明熙瞬间正义感爆棚，他果断起身走到隔壁桌前，将两个猥琐大叔一通臭骂。一旁的小姑娘被吓得落荒而逃。等明熙气哄哄的回到座位上时，千牛赶忙给他倒满酒杯，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波及的对象。当3杯清酒下肚后，明熙竟然伤心的哭了起来。他告诉千牛，自己之所以开始酗酒，是因为最近和男朋友刚刚分手。千牛听后本想宽慰几句，可还没等他开口，明熙就一头栽到桌上睡了过去。没办法，千牛只好把他再次背到了旅馆。老板还熟络的和他打起招呼，而和上次急于离开的想法不同，这次千牛不仅给明熙买了解酒药，还贴心的为他擦干净嘴角的呕吐物。缘分说来就是如此奇妙，两个人明明才认识不到2天，却莫名其妙的开了2次房。看着眼前乖乖熟睡的明熙，千牛脸上不禁扬起幸福的笑容。两人的爱情故事就这样悄然开始了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明熙一有时间就主动来找千牛，甚至在上课时直接闯入千牛的班级。同学们都以为他们是恋人的关系，就连一向严厉的老师也给千牛开了绿灯，批准他提前下课去陪伴女友。这让千牛一脸的疑惑，他好奇地问明熙跟老师说了什么。 저기 나 수술하러 가는데 네가 아빠라 그랬어. 안돼 교수님 그건 아니에요. 随后两人一起来到游乐场，体验各种惊心动魄的游乐项目。明熙的梦想是做一个编剧，所以他一直在坚持写作。而作为他唯一的读者，
千牛简直苦不堪言，因为明熙写的故事都太狗血了，全部都是女性强权的角色，即便爱情故事里女主身患绝症，男主最终也只能跟着陪葬而终。当然，这些作品被送到剧组后，无一例外全部遭到了拒绝。见明熙满脸的失落，千牛本想上前安慰，结果明熙突然脸色大变，兴奋地问千牛和水深不深。千牛被问得一脸茫然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明熙一把推了下去。不会游泳的千牛只能在水里拼命挣扎。就在他意识快要模糊的时候，明熙这才跳入水中把他救上来。随着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近，千牛成了朋友们茶余饭后的调侃对象。朋友都打趣说，千牛虽然找了个漂亮女友，但绝对连对方的手都不敢拉。这句话瞬间戳到了千牛的痛处。此时一个女孩恰好从窗外走过，千牛突发奇想，决定追上去搭讪，在朋友们的面前好好露上一手。他一路小跑，总算追上了那个女孩。可当对方回过头来时，千牛差点吓得当场去世。아가씨? 情急之下，千牛赶忙掉头逃跑。明熙在后面一路狂追，但最终还是被千牛给摆脱了。面对明熙打来的催命电话，千牛不得不扮演起话务员的角色。You called the wrong number. What the dial is not in service. Please call again. 当天晚上，千牛喝得不省人事，在地铁里被几个小偷洗劫一空。他用仅存的1块钱给明熙打去电话，让他30分钟内来地铁站接自己。然而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又被关进了警局。同监的混混们无聊地拿他开涮，千牛只能用自虐的方式制止暴行。委屈之时，幸好明熙及时赶了过来。잘 잤어? 这让千牛瞬间有些小感动。可还没等他走出警局，明熙的拳头便飞了过来。너 또 한 번 이러면 죽어? 뭐? 아가씨 시간 좀 있으냐? 영어 아주 잘하더라 너. 어? 똑바로 해 이씨! 虽然被明熙暴打了一顿，但千牛的脸上还是乐开了花。看着他可爱的模样，明熙竟莫名有些心疼。很快，明熙的生日就要到了，他提前3天给千牛发去邮件，警告他千万不要忘了准备生日礼物。为此，千牛绞尽脑汁，终于想到了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。他曾经在一家游乐场做过义工，于是计划买通那里的工作人员，在午夜时分带着明熙偷偷进入。到时候在朋友的安排下，路灯会一盏一盏缓缓亮起，而千牛则站在旋转木马前，以绚丽的烟花为背景，迎接明熙的深情拥抱。想到这里，千牛不禁笑出了猪叫声。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，就在生日当天夜里，当他们刚刚翻墙跳进游乐场，竟意外遇到一个叛逃的士兵，两人当即成了对方的人质。此时外面已经围满了荷枪实弹的军队，士兵不想就这样束手就擒，他向2人诉说起自己的遭遇。原来在他服役期间，女朋友背着他和上司出轨了，如今还要和他分手，这让士兵感到悲痛欲绝。他之所以从军营里逃出来，就是想让那对狗男女付出代价。见他情绪异常激动，千牛问他能不能把明熙先放走。군인 아저씨, 여자는 보내주죠? 안 된다면 그럼 저라도 좀 보내주세요. 见眼前的这个男人如此无耻，士兵一气之下直接放走了明熙，让千牛留下来陪自己殊死一搏。等明熙被安全解救出去后，千牛向士兵提议，说自己曾在这里工作过，有一条密道可以绕过外面的围兵。士兵走投无路，只能暂且相信。可当他们好不容易走到了外面，却被事先设计好的路灯暴露了行踪，两人只能拼命向外逃跑，最终被堵在了旋转木马前。眼看士兵马上就要崩溃，关键时刻明熙挺身而出，他用自己刚刚经历的感情挫折，慢慢安抚士兵激动的情绪。他说，如果心中只想着自残和复仇，那么说明自己并没有足够爱着对方。在他动情的劝说之下，士兵最终缓缓放下了武器。就这样，千牛成功死里逃生，他和明熙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恰巧此时提前安排好的烟花如约绽放，一场危机就此完美落幕。而等众人都散去后，明熙的事后清算也接踵而至。 나하고 아무런 사이가 아니라고? 아니야. 그 내가 널 구하려고 다 계획. 나라도 보내달라고? 너 혼자 살겠다 이거지? 아니 그 내가 안 그랬으면 너랑 안 보냈을 거야. 내가 웃기지 마! 너 혼자 잘 살아봐. 经历了此事后，千牛和明熙的见面次数越来越频繁，两人经常一起去打壁球。相比于明熙的运动天赋，千牛则显得笨手笨脚，每次球都不偏不倚地打在他脸上。而一起去练习剑道时也一样，千牛总是接不过明熙3招。当然，明熙偶尔也有温柔的一面，他会像热恋中的小女生那样害羞地挽着千牛一起逛街。两人走累了就坐在长椅上休息。明熙抱怨高跟鞋实在太磨脚，于是突发奇想让千牛和他换鞋穿。尽管千牛表现得极不情愿，但最终还是没能抵住明熙的武力威胁。在周围人诧异的目光下，两个人在公园里肆意的嬉戏打闹。晚上天空突然下起大雨，千牛把明熙送到家门口。分别时，他们似乎有很多话想说，但最终却都欲言又止。两个人恋恋不舍的草草告别。可转头后，千牛这才发现明熙的包还背在自己肩上。没办法，他只好来到明熙家中。明熙的父母显然对千牛不是很满意，
得知两人疑似在交往后，父亲更是直言让他们以后不要再见面。说完，他连干3杯清酒，接着便直挺挺的栽倒在了桌上。看来明熙的酒量是从爸爸这里遗传的。等从明熙家出来后，牵牛在楼下听到一阵争吵声。不久后，明熙冒着雨冲出了家门，看到这一幕让牵牛感到愧疚自责。此后两人很长时间都没有再联系，直到这天，明熙突然给牵牛打来电话，说明天是他们相识100天的日子，让牵牛去学校给自己送1朵玫瑰花。自觉难为情的牵牛本想拒绝，但明熙却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无奈之下，牵牛只好乔装成外卖小哥，把玫瑰花藏在箱子里，偷偷溜进了明熙的学校。谁知刚进门就被保安给拦了下来。 거기 어딜 가? 이리 와봐. 아, 저 짜장면 배달 왔는데. 내가 시켰어. 이리 내려놔. 어? 진짜요? 단무지는 많이 가져왔지? 아, 방금 나가셨다. 야, 짜장면은 주고 가야지 나. 너 왜 글로 가? 네, 그만 다시 나가요! 经过一路闯关式的辗转腾挪，牵牛终于找到了明熙的教室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教室里竟然清一色全部都是女生，这让牵牛顿时有些不知所措。就在他准备从后门逃跑时，耳边突然响起悦耳的钢琴声。